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我在纽约分享轻食女的优雅和自信。上次呢，我开箱了优衣库和 COS 的最新联名款，同时呢，还有一些穿搭改造，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点赞和喜欢。那今天再接再厉哦，再给大家带来一期优衣库的另类开箱。这一次呢，分别是一件蓝色的针织衫和一件费尔岛毛衣，看看呢如何把这两件毛衣能够一步一步穿好看、穿时髦。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点赞留言哦。同时呢，也可以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。那我们就要开始了。首先第一件呢，就是这件蓝色毛衣了。那这一件呢是优衣库的独家面料舒芙蕾面料，它呢轻盈柔软又很蓬松，就好像法国甜品舒芙蕾一样，也难怪取名为舒芙蕾哦。面料呢很轻，但是穿起来有一定的体积感，还蛮有秋冬氛围感的。同时呢，又不会像传统的粗毛衣那么的厚重，穿起来呢不会觉得压身子。只要49.9美金哦，真是价格逆天了。经典圆领搭配落肩设计，慵懒随性。下摆和袖口呢是螺纹处理，整体看起来既有结构又不会显得笨重。它呢其实是有很多颜色，但是呢最近我特别迷恋蓝色。你看我的靠垫还有我的地毯哦都换成了蓝色，所以我在店里面一眼就看中了这个蓝色。它这个蓝色呢还蛮特别的，是在宝蓝色里面加入了一点灰色调，降低了饱和度，更偏一点点雾感，低调内敛，就像午夜宝石蓝一样深邃沉静。不过这件毛衣呢太基本款了，如果只是搭配基本款牛仔裤、运动鞋和休闲风格的包包，就很路人啊，太普通了好吧。那么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加内搭了。这次呢我就选了一件白色的短袖 T 作为内搭。比起一般的打底衫，白色 T 的面料会更加挺一点，和舒芙蕾面料的柔软呢互相冲突，会更有趣一点。大家感受一下露出的领口和下摆，你看哦，左右对比一下，1秒钟就出彩了不少。哪怕就是同一条牛仔裤，右边呢内搭了一件白色的 T， 时髦度呢就上去了。而且加入白 T 后啊，这件毛衣突然就变得更有文青气质了，还有一点点法式穿搭的感觉。显得整个人都好像年轻了3岁，有没有？第二步呢，就是换下装了。之前那套搭配呢，就是这条牛仔裤哦。那现在不是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吗？就是如果上半身普通，下半身就要不普通。其实，在这一套穿搭上面呢，是很用得上的。你看，上半身是一个基本款的毛衣，那么下半身如果还是基本款牛仔裤，就太普通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下半身就要换一个不太普通的下装。我找了一下，找出了这条皮裤哦，是我去年就入的 Fabric， 是条素皮的裤子。皮裤嘛，本身就不太普通，因为它这个材质的原因啊，自带那种反叛又不羁的气质，有时髦的基因哦，和偏文青气质的上半身互相冲突，平衡起来正正好。那鞋子呢，肯定也要换一下，我就换了一双尖头的比较犀利的鞋子，是小猫跟的，搭配皮裤呢正正好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就这样穿，会发现哦，露出的这个脚踝一部分好像有点冷而且呢，下半身突然有一种被截断的感觉，视觉上呢也不是很舒服，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要请出黑色丝袜了。那这双呢，就是我衣橱里面的常备款啊，来自一个意大利的专门做裤袜的品牌 Gazzadoni。你看它的这个丝袜是到膝盖这里的，所以呢，你即使穿这样的9分裤坐下来哦，也不会露馅的。所以我一买就是好几双。那我穿上去给大家感受一下，是不是感觉下面就好像比较像一个整体，而且挺保暖的？那我们对比一下，会看得更明显哦。左边呢是不穿袜子的，露出一截皮肤，就觉得有点怪；而右边呢，穿上黑色丝袜之后就顺眼很多了。而且呢，黑丝的加入在视觉上也能够让腿更有整体感，更显腿长。这样搭配好之后，再和之前的牛仔裤和跑鞋对比一下，左边呢就像临时出门来不及搭配，随便抓了2件就走；而右边呢换上了皮裤、黑丝和尖头鞋，可时髦太多了吧？第3步呢，就要请出配饰帮忙了。今年秋冬呢很流行长项链，所以我就找了一根最近刚入的 Mango 的这一根长项链戴上。加在毛衣外面，视觉上呢能够打破沉闷，同时形成 V 字，还会显得脸小脖子长。我这根呢有一定的重量，能够压得住下半身的皮裤，不会轻飘飘的。我们再来对比一下，右边加上长项链之后，是不是整体穿搭更出彩了呢？
那再接着呢，就可以试试看换一个包了。之前那个包呢还是太过休闲了，那这次呢我就换了一个比较方正有型、比较挺阔的包，是这个我最近一直在用的 Demilia 大象灰配上银扣。那这个包包呢是方方正正的结构感，增加了一点正式感，也符合轻熟女的气质。而包包上面的银扣呢和银色项链也是呼应的。调整完毕后，我们做个对比图来看一下啊。同样都是一件优衣库49块的毛衣，左边呢就是随便乱穿路人甲，而右边加上了内搭，换了裤子和鞋子，再加一个有型的包包，配在一起就很时髦了。但是呢又不会过分的张扬，人都显得年轻有活力了不少，是不是改造很成功啊？当然了，这样出门呢有点太冷了，外面还可以记得加一件外套，我就选了一件 Moco 的灰黑色短大衣，它是小廓形的版型。内搭的午夜蓝能够跳脱出来，让全身是灰黑色系也不会无聊，更有趣味感。同时呢，这个蓝色也要比其他的一些彩色，比如说黄色啊、粉色这种颜色更沉稳，适合轻熟女。领口的一抹白色呢，增加了清爽感，还可以加一顶帽子啊。我居然找出了一顶蓝色的菠萝帽，这顶我买了都快20年了，拿出来配这件毛衣也太完美了吧，而且很保暖。你看，一件49块的蓝色毛衣，盘活了我衣橱里面很多以前有的单品，重新排列组合，穿出新意来，哇，好开心啊！大家觉得这一套改造成功吗？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，接着一件呢，就是秋冬季节很有氛围感的费尔岛毛衣。我这次居然也在优衣库找到一件哦，这件呢是15%的羊毛含量。毛茸茸的，特别适合年底节日季穿。想象一下穿着它坐在壁炉前面拆圣诞礼物，真的好有幸福感啊！而且这件呢是短款设计，对我们亚洲女生的身材呢尤其的友好。其实这一件呢，我在店里还看到有一个米白色，但是我担心啊，米白色呢，我感觉可能会有点显胖，尤其它本身就是毛茸茸的嘛，自带膨胀感。而且我自己黑白灰太多了，所以我就不想买这种颜色。所以呢，我还是买了这一个偏酒红色或者红棕色的配色。它呢更加复古深沉，上身会稍微显瘦一点啊。费尔岛图案呢集中在衣服的肩膀部位，视觉上还能够显得肩膀更平。对比之下呢，头也更小一点。搭配牛仔裤、运动鞋和比较休闲的包，还是感觉太平淡了。那我们的改造来了，第一步依然是加内搭，这样才会有层次感。这件毛衣的颜色呢比较深，如果直接穿呢，就会显得脸部的肤色很暗沉，必须要内搭一件白色，才能够起到让脸能够稍微白一点的效果。不过它这一件毛衣的领口呢本身就比较高，所以内搭要选一件高领才能够露出内搭的领子来。这件呢是我买了好多年的 COS 的打底衫，100%美利诺羊毛，纤细轻薄，作为打底正合适。露出领口的一抹白色，就能够让脸色看起来更白一点。同时也别忘了下摆和袖子也要露出白色哦，让全身的颜色呢看起来更清爽。我们做个左右对比图，一目了然。尤其是下摆的这个白色边边很重要，能够分隔酒红色和深蓝色的牛仔裤，让两个比较重的颜色配在一起不会打架。第二步呢是换下装啊，其实我觉得这一条歌利亚的复古小喇叭牛仔裤是没问题的，依然可以照样穿，但是我觉得鞋子可以换一下。本身呢这双3把酒红色鞋子是不出错的，就是我感觉稍微休闲了一点，其实可以换一双稍微再精致一点的鞋子。所以这次呢我就换了一双酒红色鳄鱼纹路的小猫跟的鞋子，上脚呢会更加有女人味一点。这双我已经买了有5年多了，没想到藏到现在啊，居然拿出来重新搭配一下，又可以焕发新生了。你看对比一下啊，左边的搭配呢也不出错，但是右边呢明显更加精致优雅。而且这双鞋呢是浅口鞋，能够露出一点点脚背的皮肤，视觉上呢会更清爽一点。
那第3步呢，就是换包包。我正好找出跟这双鞋子基本上配色8、9不离十的一个 Toteme 的 T-Lock， 它呢也是这种红棕色加上鳄鱼纹路，跟这双鞋搭配在一起正好。那这里也分享一个小诀窍，大家买包买鞋子的时候呢，最好有意识的去配对，最好是买同样的图案或者是同样的颜色，这样呢搭配起来会更有整体感。改造完毕了，我们对比一下来看看哦。猛一看呢，都是费尔岛毛衣加上牛仔裤，但是呢，通过内搭、鞋子和包包这些小小的改变，明显哦，右边看起来就要比左边高级了不少，更有层次感，视觉上呢也更清爽，更有气质。其实吧，穿搭呢讲究的就是这些小细节，通过一点点细节的调整，就能够让整体效果呢好上10倍都不止哦。当然了，这样出门呢还是太冷了，外面加个外套吧。我选了一件 Dunst 的灰色长大衣，大衣呢是比较偏中性风格的，内搭的酒红色和费尔岛毛衣能够中和灰色的沉闷和老气。脖子上的一抹白色呢，增加了清爽感，和之前那套一样，全身呢也是没有什么大牌，但是通过搭配和细节的调整，49美金的优衣库照样穿出了高级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支另类的优衣库开箱。其实还是那句话，衣服呢不在于说多便宜或者多贵，更重要的呢还是要看如何搭配以及一些细节的调整。有的时候呢，哪怕是39、49美金的优衣库，都可以穿出满满的高级感和时髦感来。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